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我们先分享通通小同学的一个体会，说感恩各位老师，昨日锻炼静坐30分钟，晚上跟家人一起逛灯会，很愉悦。说日改一错，昨天公司已经放假了，但早上还是接到电话要干一些公司里的活，看到同事把文件没有整理，顺序很乱的发给我，主要他每次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自己一点点整理，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心里真是有点抱怨，但是又一想啊，如果这个人不是同事，是我妈，我也觉得挺好的。这样呢，我妈就不用麻烦了。说我对人的分辨心还是挺大的，要改正啊。这种内省啊，这种慈悲，这种宽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但是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学会什么呢？也要学会拒绝。并不是那种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委屈自己啊。好了，我们开始今天这个分享啊。今天分享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的一个进一步的深化啊，进一步的深化。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要这个恍惚，说我们锻炼的时候要恍恍惚惚的这么种状态。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自己锻炼这个实践当中啊，我就发现一个真的令人深思的现象，就很多人练了很多年的功夫，有的是练了一辈子功夫，真的自己也感觉到，别人也能看得到，就始终好像在门外徘徊，没有真正进去。他站桩可以站很久，打坐也可以做得很久，也可以背诵很多的经文，但内心内在那种真实的体验。就那种体验啊，就始终觉得不真，就好像隔了一层东西一样。那么大家没有反思，那么隔着这一层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从今天，我们就从平常我们锻炼这个形神相合这一点来出发。就传统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形神相合这4个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真正做到的那有几个人呢？其实我就在发现就很多人的形神相合，其实不是真正的形神相合，当然它也是形神相合，是什么呢？是形和后天的失神相合，不是真正和那个内在那个元神相合。那么什么是后天的失神呢？简单来说你每天你在思考、在评判、在控制的那个我，比如说我要练功，我要放松，我要做这个动作，我要做那个动作，我要很安静。它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来的指挥官，你的大脑在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个呼吸背后不断的发号施令。那这也是一种形神相合，那个失神后天之神和形去相合。但你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体验？那天我说想着，哎呀，我要放松，越想放松反而越紧张了，我要安静反而念头越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得安静，可是那个我就成了一个最大的干扰。这就是形和失神相合的困境，就那个我一直在，功夫就永远隔着一层，那个失神在运作，真功夫就上不来。也可以说，在你的生命和你的觉知之间有一层东西，这层东西是什么呢？你的大脑、你的思考、你的那个失神。所以呢，你要真正让那个形，你的失神和形生命结合了，那也是一种形神相合。那真正的形神相合，必须把这个失神拿掉，让这个觉知之神和它相合。而这个让呼吸就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让中间这个我退出来，让它退出来。就每一次你让呼吸自然的进行，你别控制它，也别干预它，也别想它怎么样了，逐渐，那个一直在指挥那个我，他就退到后面去了。呼吸自己会，动作自己会，生命自己会运作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就那个我是后来者，后来者退出来了，生命和觉性之间那道无形的隔阂隔膜消融了。我说清楚没有真正的那个神
生命活动，我当然不能这么比方，大家有个意思哈，是一个神，元神也好，这真正的神，生命活动中间隔着一层尸神，隔着一层头脑，所以这层头脑下去之后，他们相合才真正的心生相合。那么大家注意哈，就当我从头脑中退出去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大脑它不再思考了，平常一思考一分辨，头脑是很清醒的。这个我一退出去之后呢，就头脑没有了我，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没有我的干扰，那脑海里面就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恍恍惚惚。注意这个恍恍惚惚，它不是昏沉，它不是迷糊，而不是我要睡着，我睡着了，不是这样。那个昏沉呢是意识下沉，恍惚呢是那个我消散了。在恍惚之中，大家注意，你就不是不是什么那个在思考的主体，因为你不思考了，你只是存在着。念头可能还有，但它真的像我就比方远山的那个云雾，它不再干扰你，它离你好像很远很远。身体的感觉也好像还在，它就好像那河水的流动，它抓不走你。所以这一恍惚，大概意思就是什么？一恍惚就把那个我恍惚掉了。其实是我掉了之后成天的恍惚，我是这么说哈，恍惚掉了那个我，也恍惚掉了思维，所以让出了头脑。这个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它指挥调节整个生命活动的。平常那个我总干扰它，它就不好调节。头脑没有了，去调节生命活动。这里说到一点，比方说有很多问题是什么呢？说植物神经混乱，说神经系统的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是交感这个迷走神经也好什么，它神经系统有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好了，把头脑把那个我退出去之后，让大脑恢复到它本来有的那个状态，很可能因为这些这个神经系统引起的问题，可能就会消除掉。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就让出头脑，让头脑成为一个纯粹自然的存在。那么在恍恍惚惚之间，就那个我的隔膜就淡了，就融了。这个时候，你本来有的那个觉性，才能够真正复归生命。所以我就说啊，但凡起一念，则一念相隔万重山。就你锻炼的时候，你有一个念头来了，有念头你不进，有念头在那儿。特别是你对有的这个念头你还没有觉知，那么这个念头就把生命和真正那个觉性就隔开了。我说清楚没有啊？我前面曾经讲过很多次，黄元吉先生娄语堂语录黄元吉先生，他对这个一段描述的非常的精准，可以说大家注意听哈，说听其浑浑沌沌，不起一明觉性，不起那个明觉性，这个明觉只是你头脑里面，哎呀，好像很清楚，没有这个心。说久之呢，恍恍惚惚入狱，无何有之相也，就是慢慢恍恍惚惚。说不起一明觉性，就不起那个我在干什么，我在怎么样的心，甚至呢都不起我在觉知之心。不是没有觉知，而是没有那个我他在觉知。我说清楚是没有啊？这就是恍惚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我消失了，但觉知还在。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做动作的时候，不是我管着它的，是万物皆有灵性，胳膊腿哪儿都有灵性，每一个细胞都有灵性，器官它都有灵性。大家想什么呢？它是亿万年进化而来的，伤口知道愈合等等的身体，它有那个灵性，那个灵性它会运作自己的生命。
你只要把我退出去之后，不干扰这个灵性就可以了，不干扰灵性就可以了。那个我一不退出，一有那个东西在那儿，你就隔着了，你永远就隔着一层，你功夫想上涨不可能的。就这种状态啊，就是黄延吉先生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讲叫什么呢？说当灭动心，不灭照心。什么是动心啊？就是呢一直我在思考，在想，在评判，在分析，在控制，在有什么情绪想法，这是叫动心。当灭这个心啊放下。那什么是照心呢？就是那个本有的那个觉性，他不思考，但他知道；不评判，但他照见；他也不控制，他允许。就这个照心本来就在，只是被那个动心掩盖了。所以当动心灭了之后啊，照心自然就显现出来了。黄延吉先生啊，他有这么描述，他这么描述大家注意听啊，说为是智而若愚，说大智若愚，慧而不用。你都明白这一些，你有这样的智慧，你都明白，但不去分辨，不起动心。说于无知无觉之际，说忽然一觉而动，就恍恍惚惚无知无觉之际，忽然一觉而动。他说即太极开机，须知此一觉中自自然然，不由感复，才是我本来真觉。不是头脑很灵敏很清醒，哎呀什么都知道，那个头脑清醒，不是那个明觉。我们很多人都迷失到所谓头脑清清楚楚的这个明觉上，那是后天的失神之觉。你只必须在无知无觉之际，就那个我消失了，说忽然一觉而动，那个觉性自然跳出来了。后天那个我消失之后，先天哇那个才出来，那一点灵觉比你头脑中那么大的那个明觉，那不知要强多少倍。但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就迷失的呀，你打头脑特别的清明，特别灵敏，迷失在那个明觉上。那个明觉是你头脑的，好不好呢？当然也很好，但你真正要上一层功夫，必须把这个东西放掉，那才行。说自自然然不由感复什么意思？不是我在觉，是觉它就在那儿，你就本来那个真觉。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头脑是要惶惶，你不经过这一段，头脑直接去灵明去了，那个灵明那就是一堵墙，一堵美丽的墙。哎，我很清醒，我很灵明嘛，我有个明觉。那黄延吉老先生当然这个明觉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哈。就我说这个借助黄延吉老先生讲，你就是头脑那个清明。这一锻炼脑子清清楚楚，我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指挥这个指挥那个，不这么干。让呼吸就是让呼吸，让心跳，让生命，让头脑。我出去了，我不在那儿，他怎么去想啊？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从让呼吸从到让头脑，从头脑到让的整个生命。让呼吸是什么呢？是让对呼吸的控制，让出这个控制，体验生命本有的智慧。让头脑呢，就让出对念头的抓取，让出你思维的那个能力，体验觉性本有的光明。那个觉本有的光明，那个小孩一出生他就有那个觉性，你后来才有那个头脑，要让出他来，就让我退出，让出那个一直占据核心位置的那个我。后来到你身上里面，就当时所谓那个皇帝的那个我，要体验存在本有的圆满。那个我总是有偏执的，本身你的生命才是圆满，用一个偏执的我去霸占这个圆满的生命。所以你要让出来，说每一步让
都是在让那个真正的你啊越来越清晰的显现。那个我的光芒太大了之后，你越清明，越怎么样光明，你那个真正那个光就显现不出来。注意啊，最终你会发现啊，真的你不是那个一直在控制的那个我，也不是那个一直可以被控制的生命，你是那个什么一直让一切发生的觉性本身。所以每一次锻炼就要记住啊，恍恍惚惚非常重要。恍惚掉我，恍惚掉思维，让出头脑，在恍恍惚惚之间呀，破除头脑那个隔阂，让觉性真正的复归生命。你必须让我退出来，生命和那个觉性自然合一。当我消失了，自然的形神什么相合了。其实啊，那不是我在合，而是我退出之后的自然呈现。你退出来，人家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或者说它一直都是一个，只是我掺杂在这里面了。就像我过去讲的，我们锻炼会练的豆腐渣工程。为什么豆腐渣工程？我太多了在里面。我退出，人家本身就是合一的，那不是你练出来的功夫，而是你让出来的本然。注意啊，不是你练出来的功夫，你让出来的时候，它本来它就是这样的。我说清楚没有啊？你本来人家就是合一，就是完整，只是我进来之后掺杂在这里面了，显得人家是不完整的。所以你退出来之后，人家又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其实你退不退出，它本来它还是那个样，只是你没有退出，在你的所谓我控制的这个生命中显现不出来那个本然的完整之性而已。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是这么种状态。所以让呼吸，让生命，让头脑，我又特别强调，让之后头脑一定成功。你比如让完之后，你头脑这块很清醒，有的人呀安静放松，笑眯眯的说头脑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种状态。你进入一种状态的时候，头脑是恍惚的，是没有那个我存在的，没有那个我存在的。好吧，现在我们还是坐在这儿，继续我们练这个让呼吸。我一边练，我一边跟大家去提醒大家哈。当然我提醒尽量我会少一些，因为我一进入那个状态，我也不想说话，一说话有时候大家可能听到那时候说话的那个状态也不一样哈，就是尽量大家就自己调整好自己哈，好，大家放松全身。安静，先让肌肉，因为你肌肉是哪儿的肌肉呢？胳膊腿的肌肉，特别是胳膊手，因为你平常用的太多了，你把手这个手啊胳膊一让，就好像从清醒一睡着状态的时候，那手咯让出去了。刚才手上你不知不觉还停留着你做事的那种感觉，那种力量，随时好像有应激反应一样要做事，现在全部把它让出来，让胳膊自然的存在。这是让胳膊肌肉这个非常好，一让还有一个让哪儿比较好呢？让眼球，让眼睛。
那个我到眼睛上就要到处看呀，到处看。现在我一退出来，就好像那个眼睛、眼球啊，睡着觉了一样。你看平常说这个人眼皮一耷拉，嘟噜睡着了。让面部的肌肉，就让你平常都用的、常用的那些肌肉，那个是很好让的。肩膀，其实你从一个地方一让啊，比如一让手上的肌肉，一让眼球，你整个全身你都变让了。我只是再说一说，让心跳，让内脏，特别是让呼吸，全身各种活动，也不太容易感觉，只有呼吸。头脑让出来，恍恍惚惚，注意让呼吸，你只要让呼吸了，呼吸很自然的就会变深变长，呼吸自然的进行，头脑没有了，觉知和呼吸就合一了，心息相依。祝你头脑是恍恍惚惚的，头脑要恍恍惚惚，不是那种清清明明的。一点灵觉，伴随着呼吸，呼吸是自然存在的，那个灵觉也是自然存在。
呼吸是在那个觉中，觉知也在呼吸里。让出头脑，让出我，让一切自然呈现。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可能不知不觉的一会儿肩膀紧张了，那就是我又跑到肩膀上了，我从肩膀上撤出来，平常的压力撤出来，胳膊手上的肌肉没有我的印记，头脑最关键就是头脑，我撤出来了，大脑就像那个婴儿的脑，那个胎儿的脑，无知无识，恍恍惚惚，恍惚之中，心中内在自有一点明觉，一点灵觉，一点灵觉，照见自然的呼吸。
坐在这儿，只有一个呼吸在动，在自然的动，所以呢，一点灵觉也就伴随着呼吸。在你的中丹田、下丹田，在一片恍恍惚惚之中，那点灵觉一直都在。没有我的干扰，此刻的生命是自然运作的，是大自然在运作着。此刻才是真正自然造化。头脑恍恍惚惚，若你不知道什么是恍惚，就像那种似睡非睡那种状态。
心息相依。现在啊，我们慢慢的站起来，好，慢慢站起来。我把它变到另一个视频里啊。安静，安静。直接脚分开，正后八字。头脑恍恍惚惚，胳膊似乎也是恍恍惚惚，若有若无，慢慢上抬，甚至这个动作都是恍恍惚惚的。身体微下蹲，让生命自然存在，自然运行，让呼吸。这个调息啊，就是让呼吸，让息。你让出来了，呼吸生命的完整性才出来。完全让出来。
完全放松。站在这儿或许更好体会。你完全让出之后，你发现一吸一呼，好像整个全身都在呼吸。不是你想的，是你让出来，它自然就呈现。让
呼呼，让头脑，让呼吸，每一点灵觉与呼吸同在，没有动性，只有照性，那个觉知。注意听口令，保持这种状态，百会上领，慢慢持起，保持这个状态。脚慢慢合拢，手慢慢下落，只自然下垂。头脑依然是恍恍惚惚，没有头脑，胳膊那个灵性自然自己会动，两臂阴张侧举，没有动性，只有照性。似乎那动作也恍恍惚惚，内在能够灵明着觉知，与胳膊同在。
字，不是那个我让身体动的，是身体自己会动，那个觉性在动，觉性智慧。注意，肩环向缩，头脑恍恍惚惚，肩看向松，胳膊内在，自己与自己相合，不是头脑那个失神跟它相合，在内在。肩环向松，肩看向松。那个我呀，习惯通过肌肉进行运动，现在你就感觉没有肌肉一样，让那个我呀无用武之地，没有肌肉，没有任何肌肉的力。肩环向松，肩开向松，两臂慢慢下落，也是恍恍惚惚，
自然下垂，敞开心胸，张开怀抱，不是另外一个我去指挥它敞开的，身体自己内在那个觉知，那个爱的觉知，充满天地虚空。头脑始终恍恍惚惚，齐平，肩平，头脸上安静留白，慢慢下落，颈额头，面部，胸，腹，富贵婴儿，两手扶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上升，命能点少向前，到肚脐点按，两
手重叠在肚脐上。大家请坐一下。就慢慢收的时候啊，让你一手下丹田，让那个神气在安定。待会你会发现，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好像早上醒来的时候一样，经过你锻炼时候的那种恍恍惚惚的状态，头脑就得到了真正的滋养，那个我不在那儿了，头脑得到真正的滋养，那真正的才养神。在你睁开眼睛又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头脑更清明了，你的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锻炼时候那个恍惚，其实是为了从生活来说啊，工作了，为了生活中的更加的清明。所以这个恍恍惚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把这个形神相合这中间这个隔膜拿掉之后，让真正的形神相合。这个希望大家多多的去用心去琢磨、领会、锻炼。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